UFO。故事一开始，杭州的第一才子宋仁杰游历到了苏州的野外，他很想画一幅风景画，结果有一座茅屋让他觉得很碍眼，他就派他的手下去把茅屋给拆了，让他马上在我眼前消失。Yes sir。没想到苏州第一才子唐伯虎就在这茅屋里面跟人下棋，就算把他们的房子给拆了，也不能阻止他们下棋。看我的石破天惊！ 一开场的剧情就那么夸张。由于宋仁杰破坏了他们的棋局，唐伯虎就和他杠上了。你想怎么样？苏杭两大才子就决定来一场比试，他们两个准备比试秋天的第一幅水墨画。我就和你比。咱们的男主角唐伯虎自带外挂神笔，少爷，这是得过金鸡奖的笔，各种特效满天飞。请旋风自我，关爱你的力量。很快他们两个就画完了。这两位才子的画技是不分上下，可是说好的画秋景，宋仁杰居然画错了大雁的方向。可是你画的大雁却是由南向北飞，所以这一局唐伯虎赢了。在人家苏州的地盘，宋仁杰也不能抵赖，他只能在唐伯虎的扇子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。哈哈，唐伯虎也算是和宋仁杰结下了梁子。唐伯虎他是一个天才儿童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。他的父母就找来了各种老师来教育他，甚至还找来了东瀛的老师。空包啊，空巴哇，没有老师可以教得了他。您精通45经，琴棋书画，还用我教吗？直到有一天，唐妈给他找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祝枝山。祝枝山他自诩为才子，他能回答唐伯虎的各种刁钻问题。什么人是绝对不怕黑的？瞎子。小强的爹爹有3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大雄，二儿子叫二雄。那么请问三儿子叫什么名字？小强啊。你们这是比文采，这分明就是脑筋急转弯，甚至连赵本山的小品都被他们搬上来了。树上7只猴，地上1只猴，请问一共有几只猴子？这树上有7只猴，地上有1只猴，1加7就是8只猴。如果你问的是树上7只猴，地上1只猴，那么就是2只猴。这个祝枝山就给唐爸和唐妈出了一个主意，让唐伯虎去参加苏州才艺大赛，然后和他打个赌，如果唐伯虎没有能够夺冠，那他就必须去参加科举考试。干嘛非要逼我考取功名？唐伯虎为了自己的自由，就答应了这个赌局。很快，苏州才艺大赛就开始了。好潮流啊！原来是祝枝山，他想利用自己的才学打败唐伯虎。第一场音乐比赛，直接就把我看傻眼了。这些台下的观众都是从湖南卫视请来的氛围组吗？说哭就哭呢！太动人了！最离谱的还得是最后一场绘画比赛——敦煌飞仙。敦煌飞仙，这场比赛也是本剧的名场面。唐伯虎居然拿出了他的 LED 屏。任意天际飞翔，遨游太虚，俯视凡尘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敦煌飞仙。你这不算作弊吗？最后当然是唐伯虎赢了比赛。唐爸和唐妈还是不甘心，于是祝枝山又给他们想了一个点子，花钱租了8个美女，强行绑了唐伯虎，让他们拜堂成亲。那8位佳丽呢，都是众望所归啊！你们这对儿子也太狠心了吧！3鞠躬，这个爱钱刀打送入洞房啊！洞房的时候，唐伯虎是忍无可忍，他直接打趴了8位夫人，然后逃出了唐府。这小老头给我追！想跟我斗？唐伯虎现在是不敢回家，只能惨兮兮的流落街头。这个时候，他撞见了杭州华太师的夫人华大奶奶，她带着4个婢女，春夏秋冬来到了苏州上香祈福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在看美女啊！唐伯虎看见了其中的秋香姐姐在路边布施，他一整个沦陷了。谢谢姐姐。于是唐伯虎就悄咪咪地跟到了寺庙里调戏秋香。秋香以为他是个登徒浪子，就嘲笑了他3声。这下可好，唐伯虎觉得秋香是在对他3笑留情，3笑可不得了了。经过他的打听，秋香来自杭州的太师府。为了能够追到秋香，他就跑回家和父母说，他要去杭州最好的书院罗变成书院读书。那个书院考公上岸成功率高达99%。这下唐伯虎的父母开心了，他们的儿子终于愿意考科举了。二话不说就给他安排去了杭州。为了监视他们的儿子，唐家父母再一次收买祝枝山做眼线，让他陪着唐伯虎去读书。我不会亏待你的。
唐伯虎本来就知道祝枝山是他父母的眼线，而且他们去杭州的途中，祝枝山还遇到土匪抢走了他们的钱包。住手！所以一开始唐伯虎是很不爽祝枝山的，一路上各种欺负他。真是有山贼啊！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身怀金锭。可是祝枝山他有一个亲妹妹，从小就被父母给卖了，他一心想要赚钱，然后找到他妹妹替他赎身，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陪着唐伯虎。一定要找到你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杭州的罗变成书院报道。刚来这里，唐伯虎就结识了一个好同学周文彬。唐伯虎的团队又多了一个人，没想到的是，这罗变成书院的院士他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，所以他们学校全是西式教育。右手拿刀，左手拿叉。You understand? No. 他们这个学校的时代割裂感实在是太强了。这故事发生在明朝，他们学校居然用上了电灯。起床，喂，起床啊！起来，起来！最让唐伯虎不能忍受的是，故事一开始他那个死对头宋仁杰，他居然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委员。10天之内要赶你出罗变成书院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！他也算是这个学校的小官员了。宋仁杰为了报上一次的仇，就开始使用各种手段对付唐伯虎。不过唐伯虎来到这里本来就不是为了读书的，他来杭州主要目的是为了追秋香，所以他就在学校里面和宋仁杰对着干。你他妈有种！身为学兄，你说话怎么可以这么粗鄙呢？两个人你来我往，谁也不让着谁。直到有一天，祝枝山突然中了剧毒。你不会中毒了吧？祝枝山就让唐伯虎送他去杭州第一神医那边救治。谁知道这个神医救人不要钱，他只想要罗变成书院的镇院之宝水晶球。这水晶球乃是皇上御赐之物，如果有什么闪失，岂不是死罪啊？他的性命就在你们手上，救不救他随便。为了救好兄弟，唐伯虎真的在半夜潜入到了学校偷水晶球。你们这电击特效也太离谱了！结果这是一场瓮中捉鳖。没想到是祝枝山出卖了他。祝枝山他是假装中毒，那个神医也是被他提前收买，就是为了骗唐伯虎来偷水晶球。根本就没有什么蟾蜍中毒，更没有什么神医万年青这回事。这下宋仁杰终于找到借口，上报给了院士，他要把唐伯虎和周文彬一起开除。你是想让我们钻这个狗洞走吧？钻狗洞，钻狗洞！被开除以后，祝枝山也退学了，他跑去找唐伯虎忏悔。几天死定了！你打吧。原来前几天他在路边做好人好事，结果中了仙人跳。又是宋仁杰搞的鬼，祝枝山为了要回他那张罪状，所以才出卖了唐伯虎。唐伯虎心软就算了，经过这件事，祝枝山也知道唐伯虎是对他真的好，他也不再做奸细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亲兄弟。接下来，唐伯虎就要进入他的主线任务，去华太师的府上追求秋香。然而他没想到的是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秋香早就已经看上了杭州才子宋仁杰。你愿意跟我到海角天涯离开这儿吗？就算是天涯海角，我也愿意。秋香她只是华府的一个丫鬟，她觉得自己配不上宋仁杰，于是她的好姐妹就教她谎称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千金。我爹在这里有一些小生意，是什么生意？都是一些买卖的生意。她以千金的身份真的得到了宋仁杰的好感，他们两个还一起约定过几天一块去逛灯会。我们结伴去赏灯好吗？好啊，那就一言为定。唐伯虎带着他的两个好兄弟跑到华府门口，想要接受秋香发放的救济补贴，他居然使出了声东击西，来了一个插队。银子，哪儿呢？有银子，哪儿呢？我们初次相遇也没有好好交谈过。美女，美女，其实我的为人并不像姑娘你想象的那么差。UFO 秋香姑娘，我是特意来杭州见你的。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下一位。可是秋香觉得他好烦，就把他赶走了。然后他们三个就绕道来到了华府的围墙外，他们远远地偷窥秋香。这个时候，秋香突然唱起了一首歌。这首歌谣是我写的。祝枝山听到这首歌激动了，因为这首歌是他小的时候专门写给他妹妹的。难道秋香就是他走失多年的妹妹？现在唐伯虎和祝枝山他们两个都想混进华府，哪怕做个家丁，为了就是接近秋香。到华府当家丁，太好了。而周文彬他的家庭条件还不错，不想去做家丁，所以没有和他们两个去报名。那可不行。唐伯虎和祝枝山通过了重重考验，终于进入到了华府，做了一个最低级的家丁。这4等家丁不但人为言轻，连块立足之地都没有啊！低等下人。他们俩还有了新的名字华安和华福。唐伯虎成了华安以后，每天都要做着最低贱的工作。刚开始，秋香对华安的态度非常的差，因为在他的眼里，他已经有了爱人宋仁杰。他们两个之前约好了要一起逛灯会的，谁知道他们华府这个时候出事了。华府的总管梅姑因为贪污受贿被抓了。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
现在华府的下人们一团乱，他们准备选举新的总管，害得秋香不能随便出去了。原本和宋仁杰约好的逛灯会，他也去不了了。秋香，你不是约了宋公子吗？这么晚了，他应该已经离开了。华府准备投票竞选新的总管，而且只有丫鬟可以参选。总管一职只有丫鬟才有资格，我们只有投票的份儿。我的天，这华府也太前卫了！要在华府众多的丫鬟中选出一个来，用投票的方式，规则就是一人一票。原本善良的秋香姐，她要维持姐妹情，主动表示她不会参加竞选。反正我无意竞选总管一职，干脆我叫支持我的人去投票给你们好了。知道了。所以什么冬香、春香，他们就开始花钱到处收买人心，给自己拉票。今天呢，我请客，给大家夹菜。这时候华安就跳了出来，他为了哄秋香开心，就开始暗中帮助秋香上位。他故意在华大奶奶那边揭发了其他几个姐妹贿选的事情，只有秋香没有故意拉票，一直默默地干着她本职的工作。你们都没有做好你们分内的工作。大奶奶原本就很欣赏秋香，最终选秋香当了总管。就由秋香来当吧。好啊，好。说好的投票制呢？现在姐妹们都好讨厌秋香。我明白了，要收买人心呢。走。秋香并不知道是唐伯虎暗中帮忙，让她当上了总管。为了帮助秋香管理好下人，唐伯虎他又以无名氏的身份写了《孙子兵法》的字条，指点秋香。无名氏上。唐伯虎帮了那么多忙，他什么都不说，秋香哪知道是他？所以华安每一次找机会接近秋香的时候，秋香都觉得是一种职场骚扰。你现在应该明白我的心意了吧？接下来，秋香姐在华府最好的姐妹石榴姐登场了。石榴姐是一个武功极高的厨娘，一出场就给我们上演了她的厨艺。我的天哪，你这刀要没有接住就惨了。看那不但姿态美妙，而且技巧纯熟，真是色香味俱全啊！色香味俱全，色香在哪？石榴姐的长相虽然很可爱，但是她的手段非常的粗暴。她看见华安和华府两个人总是骚扰秋香，于是石榴姐就对他们两个使出了各种残暴的惩罚，还让他们徒手扒竹笋。他们就是失败家丁的典型。秋香就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石榴姐无凭无据地对华安使用家法。拿过来。是。华安心碎了，没想到秋香对他一点情意都没有。唐伯虎突然决定放弃了。放弃。趁着一次他们出华府倒马桶的机会，唐伯虎就趁机开溜了。再见，分车。结果他还没有走多远，就被石榴姐给抓到了。想逃，比登天还难呢。这下可好，石榴姐又给他加了个罪名：乱丢粪桶，破坏环境。把粪桶随处丢弃。华安被打得遍体鳞伤。我们喊停，就继续打。这下他真的破防了，走又走不掉，秋香也追不到，根本就是一个蛇蝎美人。就在他心如死灰的时候，秋香姐居然拿着金疮药来看他了，然后秋香就对他来了一场职场 PUA 的化疗。所谓棒头出孝子，棍下好家丁，对你严厉完全是为了你好。行行出状元，但是只要做好本分，总有出头的日子。你我不应该是对立的，我们都在华府这条船上，何不化敌为友，一起努力，为将来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唐伯虎又被他征服了。秋香实际上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，他牢牢地被秋香给 PUA 了。他现在又充满了斗志，他决定要做一个踏实肯干的低等下人。一起努力。经过祝枝山的暗中调查，秋香唱的那首歌是他小的时候另外一个女孩教给他的，而且秋香的手臂上没有蝴蝶疤痕，所以秋香并非是祝枝山的妹妹。秋香她不是我亲妹妹。唐伯虎知道以后，就干脆冒充祝枝山的身份，假装找到了秋香这个妹妹。妹妹，我的好妹妹。秋香为了不让华安失望，就配合他演戏。你真是个好哥哥。华安他就以哥哥的身份开始对秋香各种贴贴，你们的花招子真多。秋香这个人做总管真的很一般，他刚上任没几天，大奶奶给了他1000两，让他去采购一些山珍野味，给华太师办一个寿宴。谁知道他的好姐妹冬香居然轻松地潜入到他房间，偷走了那1000两。大奶奶给的1000两银不见了。啊！他们想了很多办法，都没能凑出这1000两，所以他们几个只能上山自己寻找山珍野味了。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原料的替代品。石榴姐和祝枝山一组寻找山珍，秋香和华安一组去寻找野味。华安就正好趁这个机会和秋香增进感情。哇，小心呐！喂，你们两个别忘了来干正经事。这个时候，有一个裸男被一群村民追赶，华安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就好心出手救了这个裸男。你们干什么？不要怕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这下可好，他摊上大事了。
原来这里的村民正在举办驱除瘟疫邪灵的法会。刚才那个裸男名叫文征明，他是代表村民扮演邪灵的。这场法会就是村民把邪灵赶出村子。我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驱邪仪式。谁知道法会还没有做完，半途居然被华安和秋香给破坏了。现在村民们要华安负责，华安就调侃他们村子都是没文化的人，火烧活人，不是野蛮又是什么？谁知道那个小哥文征明，他是他们全村唯一一个读过书的才子，从来还没有人敢调侃他没读过书。于是华安就提议，干脆他们俩来比比文采，如果他输了，他就不活了。那如果你输了怎么办？我们自杀。果然很嚣张。最后他们俩比了一场写诗大赛，华安赢了。这也是秋香第一次感觉到华安不是一个简单的人，因为华安赢了这场比赛，他就向村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帮他们抓野味。可否把红皮小猪和白眉金丝燕送我？因为我家娘亲非常喜欢吃。当然可以。你可真会找工具人呐！想不到你还有这点小聪明。红皮小猪难道是佩奇？而另一头的朱之山和16姐，他们两个找到了山珍。而且还结识了一对走镖的兄妹，要抢人家护送的鱼，结果他们几个打了起来。朱之山无意中发现走镖的小妹，她的手上有蝴蝶疤痕。让我看看，你快让我看看。干什么？难道她才是朱之山的妹妹？虽然鱼没有抢到，但是她找到了妹妹。这几天，秋香和16姐他们都出去找野味了。华府的丫鬟们就没有了主心骨，隔壁陈府的丫鬟们居然欺负到了华府丫鬟们的头上。他竟然说我们府里都是什么庸俗之粉。庸脂俗粉。这个时候，好兄弟周文斌就使出了他的最强绝技——女装。他原本是来帮助朱之山调查秋香身世的。周文斌女装以后，就带领华府的姐妹们去找隔壁的丫鬟当街 PK。走，我们去找他们去。重要的是让你们知道，你们不及我们。好大的口气！这位姐姐嘴歪的都快赶超麦琳了。最后，周文斌利用他的文采，对这些丫鬟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我不要在这里再见到你们几个，赶快走吧！走吧。终于，秋香他们把野味带回了华府，可是他们找到的也不是最高级的野味，特别是那盆鲟鱼。这鲟鱼只有5成像。为了糊弄华太师，华安再一次拿出了他的 LED 电视机，让华太师边吃鱼边感受海风。好像是出自名家手笔呀。怎么会有海浪的声音？他们终于帮秋香把这件事给糊弄过去了。是我一生中吃的最好的一道菜啊！看着华安这么尽心的帮他，秋香姐似乎有了一些动摇。最郁闷的还得是宋仁杰了。原本秋香说好了要和他谈恋爱，可是秋香当上总管以后工作特别忙，根本没有空和宋仁杰约会。宋仁杰就派人调查秋香，结果发现秋香是个假冒的千金。没想到我宋仁杰竟然被一个下人丫头给骗了。可是他不在乎，他还是要得到秋香。哪个少女不怀春呢？原来宋仁杰他为了能够坐上罗变神学院的学生代表，就疯狂的巴结他们院士，还答应要娶院士的女儿为妻。我还想让你做我的东床快婿呢。没想到院士的女儿长得非常的丑。小的时候看没发现，这院士的女儿是加了特效的。宋仁杰受不了这么丑的未婚妻，所以想得到秋香换换口味。我不介意付出这样的代价。接下来，太师的2个儿子华文和华武登场。大儿子华文现在帮助华太师在杭州开了一家中式的书院，叫四维书院。这个班算是最好的了。之前华安在村子里结识的才子文征明，他也来到了四维书院读书。可是大儿子华文和他老婆2个人都是败家子，他们2个各种贪污，还出去赌博，所以他们把四维书院搞得是半死不活的。你的眼睛里就剩下钱了。而弟弟华武人如其名，他不爱读书，只爱练武。前段时间华安表现得非常的好，于是华太师就决定提拔华安做他小儿子华武的伴读书童。你身为书童，我给予你监督他读书的责任。这里唐伯虎的人设突然崩塌，和开局完全不一样，就连最简单的脑筋急转弯他都玩不过华武。那么请问你有28日的，你过几个月1个月嘛，这是闰月吗？哦哟，你看每个月份呢都有28日。我看你是读书读昏了头了吧？所以华武根本就没有正常读书。画面再来到宋仁杰这一头，宋仁杰每天面对院士的女儿都被丑哭了，他必须要找秋香姐谈恋爱洗洗眼睛。秋香姐也是有求必应，只要宋仁杰约她逛街，她都会出来。这可气死华安了。秋香，你凭什么打人啊？你还有王法没有？华安再一次向秋香表白了。我爱你。
没想到秋香已经知道了他之前冒充他哥哥的事情，要不干脆就继续做哥哥吧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做我的哥哥呀。这一次唐伯虎是真的输给了宋仁杰，宋仁杰还故意来调侃他。想起他那雪白的肌肤，我就兴奋。这个宋仁杰更恶心的是，他居然抄袭唐伯虎的情诗送给了秋香。华安想去找秋香说清楚，秋香居然说华安不要脸。这首诗是我的。你连这种功劳都夺，你简直是无药可救。可见你这个人的品格根本就是卑鄙。只有华安那3个好兄弟才是他的知己。你说这男人吧，关怀是气，热情是好色，真心是做作，解释是借口，重情是虚伪，没有花心才是正常人。看着秋香和他渐行渐远，华安又开始自暴自弃了。他已经没有心思做什么伴读书头，每天都陪着华武，不是出去打拳就是喝酒。敞开了喝。2个人一直喝到半夜，结果回来被华太师抓个正着。纵无公子，荒废学业，饮酒作乐，你该当何罪？华太师非常的愤怒，他要对华安家法伺候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华武突然被惊醒了，他马上下跪求老爸可以放过华安。华武更是向老爸保证，只要华太师可以放过华安，他就同意认真读书。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孩儿不敢。看着那么多好兄弟为自己付出，唐伯虎再一次恢复了斗志，他一定要好好的改造华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皇上突然想搞一个活动，他想搞一个中西文学比赛。华太师现在有一个中式的四维学院，杭州还有个西式的罗变成书院，让这2个学院来一场中西文学比试。华安就想好好的培养华武，让华武代表四维书院参加比赛。为了让华武可以用功读书，华安就对他使出了悬梁刺股。无耻吗？可以再来一下。无耻吗？不耻吗？太无耻了。喂，悬梁刺股的刺股指的是刺大腿了啦，你怎么真的刺他的屁屁？2个学院马上就要奉旨比赛了，华安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一个阴招，他去威胁秋香，说宋仁杰是罗变成学院的代表。如果这个时候秋香还去和宋仁杰联系，那么秋香就是华府的奸细。我要是再说你是罗变成书院的密探，跟宋仁杰串通好了，专门破坏四维书院中西大赛之事，对你来说更是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招真的很损，秋香不想背上这个罪名，只能中断了和宋仁杰的联系。你很聪明，那也很无耻。这一次唐伯虎奸计得逞了。唐伯虎的感情不顺，他的好兄弟们感情也很复杂。祝枝山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亲妹妹小莲，就是那个标示的小妹。妹妹，哥哥。离谱的是，另外2个好兄弟文征明和周文斌，他们2个都喜欢上了小莲。周文斌为了方便接近小莲，他再一次使用了女装大法，以好姐妹的身份接近小莲。小莲姐姐，小文，你来了。可怕的是，小莲那个镖师干哥哥，他居然爱上了女装的周文斌。这样就啊，没事情啊。他们几个人的感情真的好混乱。你这个人妖，我就是你的人妖，谁是人妖啊？我打你啊！因为你对小莲这样无理。唯一感情比较顺利的只有祝枝山和16姐了，因为16姐这个人很迷信，有一个算命先生说她未来老公会脚踏6星，刚好祝枝山就有。这就是脚踏6星。因为16姐爱上了祝枝山，所以她叛变到了男生阵营，开始帮助华安追求秋香。一阳一阴，谓之道。天地交合，万物乃生。这下宋仁杰就不爽了，华安一直在捣乱，不给他和秋香见面，他就准备以别的事情把秋香骗出华府，然后利用迷药把秋香生米煮成熟饭。你心里写的这么急，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。我已经决定向华府提亲，娶你为妻。好家伙，这位老兄，你居然穿上了龙袍，不抢活了是吧？这个宋仁杰也是搞笑，他用药迷住了秋香，然后开始全程自爆。我这招叫迷魂烟。我说过，这个晚上要跟追他回忆。你逃不出这个戏。这反派真的是死于话多。等他说完，唐伯虎都赶来了。滚开！唐伯虎救走了秋香。别怕，看我不迷死你！从此以后，秋香终于斩断了对宋仁杰的感情，还把他们2个联系的信鸽给炖了。干什么好事？接下来四维和罗变成2个书院就开始积极的备战。然而接下来备战的时候，他们2头都出现了各种抓马的事件。华府这一头，华太师的大儿子华文伙同他老婆贪污的事情被曝光了，他们俩就一把火把书院给烧了，全都完了。这下就爆出原来华文是华太师的养子，所以他很嫉妒弟弟华武，身份远不及你的亲生儿子。可是华武又一心练武，根本就没有心思读书，所以他就假装梦游症，天天在府里捣乱。说他会突然扮鬼脸，有时会把自己想象成一种动物，比如说狗，像猴子。哎呦，你看，虎儿啊，只要
不让他读书，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。可是还没办几天，还是被华太师给揭穿了。华太师和他2个儿子的感情都决裂了。你太不了解我了。你太叫我失望了。最后，华安只能亮出了他苏州第一才子的身份。实不相瞒，不才正是苏州唐伯虎。他不仅帮助华太师和他的2个儿子世纪大和解，更是准备带领他的3个好兄弟陆之山、周文彬还有文征明代表四维书院出战。有我们4个1等1的才子在此，四维书院胜出一定有望。而罗变成书院那一头，他们过得也不太平。院士逼迫宋仁杰先娶了他女儿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哇，这新娘可真丑。可是他女儿实在太丑了。宋仁杰把新娘抱进洞房以后，就光速翻脸。他骂了各种恶毒的话，想要气死新娘。你要是爱我，你就替我想一想，早点去死吧。不过很可惜，他没死啊。这个丑女真是福大命大，居然死不了。于是宋仁杰只能去巴结这一场比赛的裁判宁王。他希望他赢了比赛以后，宁王可以帮助他赐婚秋香。王爷愿意替我作媒。哎呀，原本我以为宁王会是个大反派，谁知道这部剧最后他居然是个公正的裁判。接下来就是2所学院的中西文学大战，他们的比赛内容简直让我傻眼。第一轮比赛又是音乐，题目是对牛弹琴。对牛弹琴。牛牛表示，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报警。而唐伯虎的3个好兄弟，他们一起合奏神曲，让牛牛哭出了更多的眼泪。炎黄之地，自古就是礼，之邦美名天下传。牛儿掉眼泪时，他想给你们这些人点面子。哎，牛哭了！你们这是虐待小动物吗？第一局四维书院赢了。第2局比射箭，这是华武的强项，谁知道他的马儿被人动了手脚。第2局他们输了。到了第3轮，居然是比魔术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一局唐伯虎和宋仁杰打了个平手，宁王就提议加赛一场比剑术。加赛一场。最后唐伯虎的中原剑法打败了宋仁杰的西方击剑，四维书院赢得了比赛。胜者为四维书院。大赛过后，太师非常的高兴，就把秋香许配给了唐伯虎。最后也上演了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。这就是太师给我出的难题吧？这里的唐伯虎是直接装死，紧张的秋香就现身了。伯虎，伯虎！华太师，我点中秋香了。原本故事到这里就可以大团圆结局了，谁知道这部剧最后来了一个很恐怖的结局。他们2个要洞房的时候，唐伯虎的爸妈找来了，醉侠留人。爹，娘。唐爸非常的愤怒，他质问唐伯虎怎么可以放弃考功名，跑到杭州来泡妞。退学也不要紧，但是你不能不考科举。这个当下人呐，这也不打紧，但是你不能不考科举。你娶这丫鬟也不打紧，但是你不能不参加科考。他们更是去怂恿秋香，如果想嫁入唐家，就必须和他们一起督促唐伯虎去考功名才是。祝枝山又给他们想了一个点子，让秋香提出3个最难的脑筋急转弯，如果唐伯虎答不上来，就必须去考公。只要你能回答出我们3个问题来，这就行了。切！最后秋香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问那3个问题，他用一句话击穿了唐伯虎的心：大家快乐，所以你我快乐。妥妥的道德绑架。唐伯虎为了让他的父母开心，为了让所有人开心，他最终同意参加科举考试。你同意进京考科举了？是。故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。虽然这是一部无厘头的喜剧，但是这个结局真的太压抑了。唐伯虎一开始就是为了逃避考公，才离家出走追求真爱，谁知道最后他为了得到真爱，还是走上了考公之路。难道一个人真的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？真是个好哥。好啦，唐伯虎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最后跪求各位小伙伴记得点个赞，关注支持一下啦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完结，扫吧。